蒙面财经，朋友们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的社保问题我会结合中国的这个人口老龄化形势给大家讲一讲中国社保的一个现状。那我总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对中国的社保不要抱过高的期望。那我预计呢，不光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现在的这个80后、90后将来老的时候，他不一定能拿到这个足额的养老金。就算是从62年到76年这个中国的第一波婴儿潮期间的人他都不一定能拿这个养老金一直拿到这个终老或者是拿到足够的这个养老金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那这个残酷的事实呢，一般媒体上也不会报道专家呢更不会讲。但如果你还抱着这个美好的期望预期觉得可以拿了老了以后可以拿到足额的一个养老金，安安稳稳的过上老年的退休生活那恐怕注定是要失望。那我跟大家分两个层面聊一聊中国的这个社保或者养老支出的压力一个呢是现在的这个养老收支的构成是什么？那大家要知道，现在的老人拿的养老金它并不是他们过去工作结余的这个养老金，而是基于现在的年轻人工作交的这个养老金或者社保。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现在的工作的人大量失业那现在的老人呢他就拿不到什么养老金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聊聊中国的这个老龄化对中国社保的压力究竟有多大。那中国的第一波婴儿潮人口呢，即将全面进入一个退休年龄。那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人呢，是中国最大的一波婴儿潮人口。那他们基本是在2022年到2036年就会达到60岁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当然女性呢，如果不是干部的话呢，她可能还要早一些55或者50岁就退休了。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保和养老金呢是个什么状态？那我们先说个概念就是社保到底指的是什么社保呢，其实指的就是五险一金中的这个五险也就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那一金里面的住房公积金呢是不包含这个不包含在社保里面的这个社保只是这个包括那五险。那大家先看一下这张表格这张表格呢，因为当时2019年就是包括现在2019年的数据还没出来所以这是我统计的这个2018年中国社保收入和支出包括养老金收入支出还有医保收入支出的一个情况。那大家首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社保2018年的总收入是 7.9 万亿，总支出呢是 6.74 万亿这个是绝对数。然后再看一下社保里面两个最大的大头就是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医疗保险。那养老保险占到大概70%这个医疗保险呢是大概占到27%那这两个大头加起来呢，就总共占了社保的97%。那其他的剩下的这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还有生育保险它加起来就占那么3%那不管收入和支出都是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那这个呢还是2018年就这几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整个社保的支出呢是以每年20%的一个速度在上涨大家知道这如果是20%的速度增长的话，那每4年它就会翻1倍。那这个情况呢还是在1962年到1976年这一波婴儿潮这个还没有大面积进入退休的时候呢，已经是20%的这个增速了。那未来呢，我估计就是社保的这个支出的每年增速可能20%都打不住。那2018年的社保支出呢已经是 6.7 万亿了，所以如果按照15%或者20%的增速呢，这个2019年的支出呢应该是在8万亿左右7.5万亿到8万亿左右这个水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社保的总收入是 7.9 万亿，支出是 6.74 万亿那感觉呢数据其实还不错，对吧？但实际上这里面包括你看到结余一减了以后，结余是有 1.16 万亿的结余那下一张表格呢，我就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大家再看一下这张表其实这张表你看到以后你就知道这个盈余其实是每年在包含了这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以后的盈余就如果你把社保里面的这个财政补贴这一项剔除掉，那仅仅查看这个社会就是当年的社会保险收入减去当年的社会保险支出，那实际上这个社会保险的这个收支情况呢将会大有不同。那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扣除了每年的这个巨额的财政补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014年以后呢，社保其实就是入不敷出了。就如果没有财政补贴的话，其实从2013、14年就开始是负数，对吧？那到了2018年以后呢，达到负的6033亿。那其实你一倒推就知道，整个2018年的这个财政补贴金额非常巨大，对吧？等于这个是1.76万亿，对吧？就是6033亿加上那个1万多亿。
那补贴的金额呢其实是相当于当年的这个补贴前的这个社保收入的29%啊，就占比非常高，那说明整个社保呢非常依赖这个财政补贴。好了，这是给大家看了2个数据啊，一个就是看了一下2018年的这个社保、养老、医疗啊3块收支的一个情况，另一个呢就是看了一下扣除政府补贴以后我们社保的当年的一个实际盈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养老金啊这些年的上涨情况。其实这个养老金的上涨呢，已经连续上涨了15年啊，就是最早从2006年啊还是05年就开始上涨了。那每年的上涨呢，基本都是10%的上涨啊。那一直到2016年，这个上涨的速度开始放缓啊，因为整个这个收支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从2016年呢开始放缓到6.5%，那到2017年呢降到了5.5%，2018年呢放缓到了5%。啊，19年出来的数据呢还是5%啊，就是说整个这个基本养老金的这个最低标准的这个上涨幅度呢开始降下来了，达不到那么高了。那大家知道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4%到5%之间，那基本就是说这个上调的这点幅度呢，基本也就是跟通货膨胀率打平啊。所以说整个这个养老保险啊，因为这些年随着老龄化的来临啊，支出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养老金的上涨呢速度呢也慢下来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目前呢是如何应对这种养老金的亏空问题的啊？刚才我们说了嘛，如果扣除这个财政补贴以后嘛，这个当年的养老金啊或者说社保它其实是收不抵支的，对吧？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开源啊，它是怎么开源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它是17年国务院有一个文件啊，就是关于划转这个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一个实施方案啊，它统一的这个划转比例统一是国有股权的10%。来让这个养老金呢能够分享国有企业的这个利润分红啊，或者是国有股权的出售收益，也就是处置收益。那包括昨天呢，我还看到一个文件啊，就是江苏省出来的这个文件，它要求省市或者县国资委啊划转旗下的这个国有股权的10%啊作为划转对象。那其实不管是中央层面啊国企还是地方层面的国企，它后续呢都需要大量的这个划转国有股权来充实这个社保基金。啊，那这个本来也是最应该做的，对吧？因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对吧？这是国企的真正含义。那第二个呢，就是开源的方法呢，就是提高这个养老金啊，提高养老金或者社保的缴费费率啊。这个其实在19年以前呢，啊，整个这个像养老金这块呢，是企业加个人是28%的比例啊，就是个人是8%，企业是20%。但是这2年大家知道，中央一直在做一个政策，就是减税降费，对吧？为了给这个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啊，所以有不停的减税降费。那到现在呢，整个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比例呢，企业从20%调到16%啊，有所下降。那所以说，你说想靠提高养老金缴费费率，然后再多收开源多去收一些养老金呢，那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那第3个呢，就是增加财政补贴。那我觉得这个也比较难啊，因为现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各省的财政收入啊，包括中央的财政收入都在开始下降。那你如果多补贴了社保这一块呢，那你有可能就会威胁到各地的这个比如说公务员的支出啊，或者是这各地政府的正常运转啊，也就是所谓威胁到他们的这个3保啊，他们有3保支出，就是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那这是开源啊，看下来呢，开源的这个手段并不多啊。那其次呢，就是节流。节流呢，第一个就是延长退休年龄啊，这个我认为100%未来会实行啊。现在男性的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呢是55或者50，对吧？啊，太早了。其实发达国家很多都是60多岁，62啊、63甚至65退休的都有啊。所以说这个延长退休年龄呢，这个100%未来会实行啊。这个一旦比如说年龄定到63或者65啊，那这个可以节流啊，也就可以养老金支出呢可以晚一点发，对吧？第二点呢，就是可以降低支付系数啊，也就是少发钱嘛。但这个我觉得比较有难度啊，因为每年你这个养老金不增长也就罢了，就是跑不赢 CPI 也就算了，但如果你要是再减少的话，那肯定是民怨沸腾的，对吧？所以我们看下来呢，大概就是只有这2个办法啊。开源呢，就是动国有企业这个奶酪啊，然后划转国有股权。那节流呢，就只能延迟退休啊，也就是这2招呢，可能真正比较有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社会上现在热议的就是养老金的这个3根支柱啊，一直说要建立3根支柱，就是除了基本养老金这个体系以外，它还要再建这个企业年金制度和这个商业养老保险制度啊。那实际上呢，企业年金的制度呢，
一般都是国有企业啊，尤其是好的大的国有企业才有这个年金啊，你普通的这个民营企业你很少听过年金，对吧？那事实上，截止到2017年底，全国呢一共也就8万多户企业建立的这个企业年金制度啊，应该都是一些大的央企或者当地大的一些国有企业。那参加的职工人数呢，也不过也就是2300多万人。那商业养老保险呢就更少了啊，参与的人就更少了。那最后呢这是上面给大家谈的。最后呢，我再说一说这个老龄化包括少子化给社保带来的一个影响。大家先看一下老龄化这张图啊。那这张图呢，我是把每年的这个出生人口给它扒出来，然后做出来的一个图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刚才我一直说这个强调这个第一波的婴儿潮啊，也就是1962年到1976年出生这15年间出生的人口。那事实上，这15年间的出生人口的平均的年出生人口是2421万。那在1970年呢，达到一个高峰是2801万啊，这是单年最大的一个高峰。那后面还有第二波的婴儿潮，也就是第一波婴儿潮的子女啊，也就是1982年到1991年这10年间出生的人口啊，这10年间呢是平均年出生人口是2284万。高峰期呢在1990年啊，达到峰值2621万。那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就是1962年到这个1976年这波婴儿潮的这个出生的人啊，因为这波出生的人呢，马上就快进入退休年龄啊，有的已经像女性可能已经进入退休年龄。那我们就统一按男性来算，我们保守一点，对吧？按男性来算的话，那到2022年这些人就开始陆续的进入60岁的退休年龄啊，一直到这个2036年那他们就基本全部进入退休的一个状态。那大家知道这个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2016年的时候，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呢是2.3亿人啊，到2017年呢是2.4亿人啊，就是说2017年1年时间呢就增加了1000万的60岁以上的人口。那从此以后呢，就2017年以后呢，其实每年都会增加1000万以上的这个60岁人口啊，只会比1000万多不会比1000万少。大家可以想象，到了2022年，大家刚才也看到这个图了，对吧？2022年这个当年的出生人口都在2000多万，那到了2022年的话，那一年呢就会增加2000多万的这个60岁人口啊。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整个这个随着第一波婴儿潮的来临以后中国的这个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会非常的大。那现在呢，还是一些这个50年代出生的人40年代、50年代的人他们在领取这个养老金但是他们的这个年出生人口大概你看这个图上，基本是在1500万左右这么一个人口规模。到了1962年以后也就是度过那3年的这个灾荒年以后那出生人口就一个迅猛的增长。到了1962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出生人口达到了这个2300-400万，对吧？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大家知道一个养老金的这个正常运转它需要2个条件。那第一个呢，就是国民必须通过工作来缴纳这个养老金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就是现在的人必须通过工作来缴纳养老金，来维持这个社保体系的运转也就是来养活现在的老人。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国民呢，他就是必须养育足够的下一代才能维持一个世代的更替养老金的一个正常运转。那我们现在看下来，再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就是足够的下一代这一块就下一代你够不够去维持这个体系。那下一代呢，我这边也做了一个人口的统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80后他出生的人口是2.28亿人，那90后呢是1.74亿人00后呢就更少，只有1.26亿人。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降幅，对吧？90后比80后的人口降幅23.7%00后呢比90后的人口降幅在27.6%那也就是说，到00后的时候，他这个人口只有80后的55.3%就是只有80后的将近一半多一点。那你说，那如果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其实你是维持不了这个世代更替的，对吧？就是你等80后老了以后，你要指望00后的人工作来养老来给你这个支付养老金那是比较困难的。好了，这就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一个分享最后呢，只能简单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想法我觉得还是尽量就是这个尽量生活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这个财政能力比较强你比如说像上海上海其实是中国户籍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但是实际上它的养老金的结余反而是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一个经济发达，
第二个呢，它年轻人多啊，不断的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涌入啊。其实这个整个养老金这个体系、社保体系，大家其实看透了就知道啊，它不外乎就是一个通过源源不断的充沛的这种年轻人啊，新鲜血液，然后去养这种现存的老人的一个游戏，一个制度设计。所以说你这时候必须要去这种啊，能源源不断吸收这种年轻人口的这种啊发达的经济带啊经济城市啊，只有这种城市的这个养老体系呢，才能相对得到保障，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保持储蓄啊，要节俭，就量入为出的一个优良传统啊，你不要过度透支，对吧？提前对未来做一个准备啊，不要太依赖这个就是国家的这个养老金啊。那这个东西我通过今天的分析，大家也能看出来，对吧？你如果是一味的依赖这个养老金呢，那可能是根本靠不住的啊。一个是未来养老金的这个可能会越来越少，第二个呢，整个这个养老金呢它也跟不上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可能，对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